这天下班回家，男人听见卧室里传出了呜呜声，是妻子。这一刻，男人吓坏了，快步来到床边，因为失明，所以只能用手来感受。很快，他发现一丝不挂的妻子被绑在了床上，他的身上只有一层单薄的床单。要知道，两人才新婚不久，而犯下如此暴行的人，则是2名当地的混混。他俩悄悄潜入家中，一个人捂住妻子的口鼻，另一个人牢牢按住手腕，合力把妻子抬到了床上。听完了两人的遭遇，警察想要帮忙，但因为妻子身为盲人，并不能指证嫌疑人。办法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在24小时内去做医学鉴定。可这边警察接到了一通电话，事情就此发生变故。在去医院的路上，两人遭到了绑架。男人焦急地拍打着大门，可等待他的却是被推翻在地。对方还表示24个小时后你才能离开。时间一到，两人被扔到了海边。事后好不容易赶到医院，可却被医生告知已经错过了取证的最好时机。再加上大雨和海水，导致妻子浑身湿透，证据也随之烟消云散。两人再次回到警局，而这次警察的表现却判若两人。他不仅无视了男人的愤怒，还质疑地问道：你妻子真的受到了侵犯吗？诽谤市民可是会被关押的。男人不会知道，造成警察判若两人的原因就是那通突然而来的电话。原来混混中有个叫阿米特的，他哥是当地的政客，势力滔天，就连警察也很畏惧他。回到家后，他仍旧为妻子感到不甘，但也只能压抑着愤怒，强迫自己坐在沙发上。妻子给他做饭，他不吃；妻子想去睡觉，他不陪。妻子误以为丈夫嫌弃自己脏，这让他十分伤心。毕竟自己才是受害者，不是吗？第二天上班时，男人心不在焉，被老板连骂数次。回到家后，他诚恳地向妻子道歉，可却没有得到任何回答。看来妻子还在生气，他继续开口，直到肩膀被冰冷的脚趾所触碰，他才发现妻子自杀了。悔恨、愧疚充斥的内心，他崩溃大喊妻子的名字，但妻子再也不能回答他。在妻子的葬礼上，政客也来了，他是来悼念的吗？不是。他是来道歉的吗？也不是。嘲讽过后是威胁，政客说下次就别多嘴了，不然让你和妻子一个下场。而临走前还说道，你妻子为什么要等到第2次侵犯才自杀？真是有病。听到这里，男人呆滞片刻，原来妻子竟又一次受到了羞辱。男人在床下找到了妻子的遗书，上面写下了被侵犯的全过程。原来混混再一次进入到了房间，而这次更加过分。两人对妻子说，以后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。妻子受不了如此大辱，于是才选择了自杀。男人的眼神变了，他决定以暴制暴，为亡妻复仇。这个盲人来到了警察局，却看见警察和政客狼狈为奸。他录下了政客的声音和2名混混的声音。由于他是个十分优秀的配音师，所以只要听过一遍就能模仿他人的声音。男人先是模仿政客，让警察去抓捕另一个混混罗西。警察果然没有发现问题，十分听话，把一脸懵逼的罗西抓了起来。紧接着他又用阿米特的声音骚扰好兄弟罗西的妹妹，正巧被罗西的父亲听见。罗西父亲十分生气，说什么都要教训一下这个嚣张的小子。找到了阿米特之后，上去就是一巴掌，表示如果再继续这样，可就不是现在这么简单了。阿米特很懵逼，也很生气，好兄弟的父亲为什么会这样，而自己也并没有对罗西的妹妹做什么呀。男人趁热打铁，用罗西妹妹的声音引诱阿米特见面，又用罗西的声音把妹妹骗了过去，再告诉罗西的爸爸，两人又去约会了。果然按计划3人碰面，罗西爸爸看向阿米特，这个不知死活的小子竟然还敢诱会女儿，二话没说拿刀捅向阿米特，但阿米特身强力壮，竟夺过了刀，反手砸向罗西的爸爸。就这样，阿米特和罗西友谊的小船瞬间就翻了，而男主的复仇才刚刚开始。他买来麻绳和钢球，还有一整车的薯片，接着用阿米特的声音把刚出狱的罗西引到酒吧。罗西恍然大悟，明白自己是被男人耍了。就在此时，灯被男人关掉，在黑暗中，罗西什么都看不见，但男人却早已习惯了黑暗，这里是他的主场。一颗颗钢球
手丢向罗西，百发百中。罗西意识到事情不对，连忙打开手电，原来地上的薯片让他暴露了踪迹。他小心绕过薯片，打开灯，男人的优势全无。罗西展开了反击，一下两下，招招致命。可男人在愤怒的加持下，硬生生扛住了所有攻击，掐住罗西的脖子，把他暴揍一顿。失去战斗力的罗西被男主用麻绳系在了脖子上，然后直接从2楼推了下去。他临走前还留下了一只手帕，稳稳地飘落在罗西的肩膀上，上面留着阿米特的名字。手帕只是男主为了摆脱嫌疑的手段，他根本就没想着警察能够惩恶扬善，他有自己的复仇方式，他势必要让这些恶人付出代价。事后他用政客的声音让阿米特来到仓库，男人提前在仓库埋伏，没想到阿米特是骑机车来的，戴了头盔，偷袭失败。接下来两人厮杀在一起，男人听力敏锐，即便他双眼失明，依旧不影响他找到阿米特。阿米特为了降低声音，决定脱下鞋子，但不料自己的脚属实太臭。男人拿起阿米特的手机，模仿他的声音打给政客，谎称自己被绑架了，让政客赶紧来仓库救自己。等政客来到这里，出于就地心切，直接一脚踹开大门。复仇就此结束了吗？当然没有。一夕间，男人见到了亡妻，他对他承诺：这时一个男孩打断了男人的幻想，他想要找男人模仿自己的老爸向学校请假。没想到的是，小孩是警察找来的演员，目的就是检测男人的能力。果然他能够模仿别人的声音，而通过调查发现，混混和政客在生前都接过一个从公用电话亭打来的电话，警察因此断定打电话的人一定是男主。另一边，男人被警察围了个水泄不通，不过他放了把眼，顺利的逃了出去。接着打给了政客，嚣张的说道：“你弟弟是我杀的，你来抓我呀！”政客听到后怒不可遏，立刻来到约定的地点。政客要求手下抓住男人，可男人早已布下的陷阱，算好步数跨了过去，而手下则没这么好运了，直接掉进电梯井领了盒饭。接下来男主根据在墙上留下的记号，一点一点带着政客来到大楼边。政客表示：“我死也会拉着你的。”这时，男主拿出安全绳索扣在了自己身上，说道：“好啊，那我们一起走。”话音刚落，抱起政客，纵身一跃。就这样，这个男人完成了复仇。这个盲人为了妻子堪称无所不能。另一边，警察也找到了电话亭，他拿出手机问道：“这个人你见过吧？”老板听后，慢慢的转过身。极其讽刺的是，他是个盲人，不能够为警察提供证据。这部电影名叫《无所不能》。看完后，老弟想说：善恶终有报，天道好轮回。影片里的男人是不是你见过战力最强的瞎子呢？希望在评论区见到你们的精彩评论。